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座废弃的四合院。据说这栋建筑它修建于清代的晚期，但是由于在当时这个交通并不是很方便，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的偏僻，所以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呢，慢慢的就落魄了。当废弃以后在院中呢，时常就会传出一些噼啪的那种断续的声音，一时间就成为了不少奇怪的一些传闻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？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。这里是长江边的一条小路，你看，长江就在对面，而在我的身旁，现在已经修上了这个轨道交通，所以周围还是蛮嘈杂的。这个四合院应该在前面不远处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四合院它就在前面了。那俯瞰这个四合院它的外形依然相对比较的完整，而中间的这个庭院呈现出一个正方形的结构，四周的屋顶上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显得好像有一些沧桑。周围的这些杂草好像正守护着这个时代的记忆。走，我们下去看一下这个院子有没有什么秘密。这周围一直在修建，所以你看这些应该都是跟这个轨道交通有关的。底下还有很多的船。四合院就在这里了。哇，这看上去真是蛮破旧的。这里的门是锁上的，里面的空间还是蛮高的，上面是青瓦，大概有4-5米左右高。嘿，哇，这里面蛮黑的。这有一个单人床还是双人床，木质的，上面还有一个席梦思和一些生活用品吧。那地上有很多的碗，还有酒碟。这一面是厨房吧，生锈的铁锅。这是卫生间。在这个桌子上还是柜子上还放了瓶酒。哇，这边是另外一张床，你看。茅台正源江酒，贵州茅台的。看来这家主人以前应该挺喜欢喝酒的。这边是另外的一张床，也是木窗。你这上面
这里还有一个这种桌镜。哇，这个地方啊还非常的窄，所以不是特别的好拍。过来看一下。哇！连这些上面的席子啊都掉落下来了。这边还有一个玻璃的木柜，这里面是空的，底下也是。上面的日历时间显示的是2003年，距今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。下面这里有一个工具包，看一下这里面，这里面好像是空的。看这底下，木窗，是不是挺独特？这边还有一扇门。过去看一下，哇，这面好像就通出去了。这不知道是通向什么地方啊？难道就直接通到院子里面了吗？这门是锁上的。哇哦！没想到这竟然就通到了中庭，但是非常奇怪的是，连这个大门啊，它竟然用了这么粗的铁丝，一层一层的把它捆绑，这是不让人进来，还是说不让人出去呢？是不是有一点像密室逃脱呢？看这个中庭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，或者说是历史的韵味？这有点像是一个储藏间啊！哇，这个房间挺大的，地上散落了很多杂乱的物品，都是家居的。这边还有像 DVD 还是 VCD？老式的柜子，这上面应该是走的比较着急吧，东西全部都散落在地上。这里都不好迈脚了，放了很多大青石。稍等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哇，小孩的一些衣服。这里面是一些柴火、背篓。还有很多的门的木板，红色的箱子，那进门这里啊，就是一个洗手台。是用这种砖啊堆砌起来的，旁边还有女士的皮鞋，地上好像还有红色的剪纸。
这红色的剪纸是喜字，估计在当年啊，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面盛大举行的一场婚礼。不过现在房间里面已经基本上清空完了，哇，好多的蚊子啊！那上面的屋顶啊，破洞以后就用了一些塑料纸啊，把它遮挡住的。这能挡住雨吗？据说这个院落是当地的名角白老板的私宅，大概是在民国12年腊月的时候啊，这个白老板呢，因为他演出了一场贵妃醉酒以后啊，便神秘的失踪了。而这个屋里面呢，只留下了很多的戏本，还有一把断弦的紫檀琵琶。每逢亥时3刻或月圆之夜呢，这西厢房总会传来断续的琵琶声。那坊间传闻说，这白老板呢，因为剧演了《汉奸堂》，而被人啊，好像是下了毒手。哇，你看这个房间里面啊，现在都已经被大石块给堵住了。这中庭也是没法下脚啊。到这里面去看一下。嘿。哇，这个完全把这个地面给抬起来了。看一下这里面，能看到有什么吗？下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完全连站起来的空间啊都已经没有了。你看这里面就大概是这样的了。因为这个白老板啊，他遭到了不测，所以人们常常都说啊，是那个失踪的戏子呢，又回到了这个房子里面呢，来开始弹奏琵琶，所以那个诡异的声音，也许就是这样传出来的。你看这个中庭，这个脚都有点不太好迈开了。再过来看一下，上面还有一些房间，这是一个台阶啊，这样走上去的。这一面是一个红色的门，中间被挖空了。你这中庭，永结同心。房屋里面啊，特别的黑。走进去看一下。这房屋里面，你看这些掉落下来的席子，悬挂在空中。这是一个单人床，地上有一些这种柜子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。八仙桌，有一些花。这边是另外的一张八仙桌，还保存的比较完整。上面还有一双女士的皮鞋，绿色的。这门都是绿色的。这里面应该是厨房吧？这里面特别的黑啊，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卧室。哇哦！你看，这里竟然发现了一张清代的古床，这个就是普通的木床了。但是你看，这一张清代的木床，这边是一些柜子。哇哦，这个清代的木床啊，
上面还能隐约看到一些金色啊，还有这种香檀色，非常的漂亮啊。上面有很多这种精美的雕花。左右都是这种对称式的，每隔一个区域就是一副这种莲菊吧。这瓶子，近距离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看清楚啊？怎么样？这个清代的木床是不是非常的精彩？哇，特别的漂亮，而且上面这些颜色啊，仍然是清晰可见。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大富人家。那一定是没错的。上面，还有这边的这些抽屉啊，全部都被拉开了，里面也都是空的。不过现在这里确实有点窄，蚊子又特别的多。这里面应该是一个伙房吧？橱柜都是打开着的，里面能清晰看到碗筷。连这个灶台上面的这个铁锅啊，都已经完全锈烂完了。上面这里还有一个窗户，没有任何的玻璃。采光还可以，东西特别的多，不过都是一些木板啊和木材之类的。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哇，还不止啊，2个房间。嘿，有人吗？这房间看上去，你看发霉特别的厉害，你看这底下，因为很潮湿。所以平时啊，这个地面包括这个墙面啊，很快全部都已经会霉烂。你看这里面的纸，就这样的一幅造型了。这个地板啊，你看都凸起了，能看到吗？这突出来的，凸起了很大一块。这个院落看着并不是很大，但是里面的房间呢却错综复杂。以前还有老人说啊，这个噼啪声呢，很有可能是院落地窖内的一种隐藏的机关啊所发出的声响。因为在抗战时期啊，这里曾秘密的输送过一些地下的物资，所以到底真相是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不过这里有蚊子啊，哇，确实太多了。我们再去把那边看一下。上面这里还有一栋建筑，好像是3个房间。不过你看这个杂草林啊。看上去啊，这建筑还保存得比较的完好啊。嘿，哇，一股冷气，好大的灰尘扑鼻而来。
房间真是蛮多的，穿衣镜都已经没了。这边是一个双人床，房间都差不多是10几个平方米，但是很多的家居都已经被清空了。看这边，这面好像是一个卫生间吧？哇，竟然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啊！这洗手台，这上面是不是错综复杂？看这外面，杂草林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只能听到周围的一些施工的声响。随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木抽屉、木柜。又看到喜字了。哇，这房间还蛮大的，有木床，还有这些抽屉，看上去啊，其实还是蛮有年代感的。不过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了。嘿，这个穿衣镜啊，还是比较的完整。地上的席梦思就比较的破旧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房间了吧？你墙上还有一个小罗汉，就写上了“玉满堂”，这看上去像是玉满堂吗？这个承载了无数故事的四合院啊，可以说是见证了历史和岁月的变迁吧。现在就在这个嘈杂的都市当中呢，慢慢的消逝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现在蚊子啊太多了，我整个手已经被咬泡完了。那我是阿生，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不知道为何要把门啊这样锁住，但是那边又没有锁，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像这样的房子，把它好好的修建重建一下，会不会更好呢？啊，我们又得跨过去了，这完全是拿了一个床啊，把这路堵住的。啊！哇！茅台镇元江酒，再看看这边，哦，这就是被堵住的这个正门了，一层层的铁丝。刚才的这个木窗，
钉得严严实实的。那周围修了轻轨以后，这就是轻轨的一些，应该是索道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很少来这些地方，看这边能不能出去。哦，这里不能出去啊！那上面那个地方堵死了。那上面是寸滩站，轻轨的寸滩站。好，撤了。哎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房间。哇哟，杂草林啊，堵死了。里面好像有一个八仙桌，还有一些花。里面同样也是差不多的格局吧，就不进去了。走了。写了个2米，这哪才值2米？至少得5米了。嗨，哎呀，蚊虫太多了。看这里面也是锁上的。以前都很喜欢用这种绿色的门。走喽，看一下这个江边的风景啊！哇，这好像有点亮啊，要稍微调黑一点，看能不能稍微处理一下。哎，好像不行哎，那我关了再来一次啊。怎么样？这再来一次，看上去风景是不是还挺漂亮的？对面那个桥应该也是才建不久，颜色也是特别的鲜艳。